节俭的人做出的东西，你会想吃吗？有的，很多人想吃。我们现在到了全台湾最大的客家市集——竹东中央市场。如果一个东西不好吃，不就失传了吗？因为没有人想吃嘛。没想到这个竹东市场这么大，你不好奇吗？如此刻苦耐劳又节俭的客家人，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美食？这里大到有自己的停车场，在我们一般眼里不怎么样的小阿弥，竟然可以让节俭客家人做成美食。以我在竹东市场买一个这么小瓶就要220块的客家福菜，是怎样把年平均14块的芥菜变成220块？这要感谢我们客家人非常的勤俭。你知道芥菜是一种很难吃的东西吗？煮不好的话啦，苦。客家人怎么做？吃不完拿去晒2天，再腌7天，就是我们牛肉面上面的酸菜。酸菜又吃不完怎么办？客家人把酸菜拿去田里面晒，洗晒洗3、4次之后，再收到桶子里倒覆，放4到6个月就是富菜。我们又称它为福菜。福菜吃不完怎么办？再拿去晒，变成梅干菜了。你看客家人如此节俭，吃不完不会变成垃圾，反而把它变得越来越有味道。杂志跟展览中客家菜会一直讲到一个东西，客家人不重视食物的外表跟装饰，而是内涵，不追求外表，但是它很美味，这就是客家人很实际的个性。我们到竹东市场，一出来停车场就先来磨刀，本来想拿完刀子直接削报纸，可是老板一直紧迫盯人，我说大了，万一削不破怎么办？还好可以削报纸，而且3把菜刀200块而已，可以啦，可以削得动这么薄的报纸，表示刀子很利。我一开始去磨刀子，问多少钱，老板还说拿出来啊，拿出来，我才知道要多少钱呢，态度超不屑的。这个不屑让我觉得他好像蛮厉害的，这真的不错。你有看到那小小的摊子吗？是卖鸡蛋糕跟马蛋。马蛋吃起来像韩国面包，可是里面又有一层很 Q 含花生粉，还炸得香香酥酥的味道，不像韩国面包干干的。至于这个鸡蛋糕，没有很想介绍，你吃过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不想介绍？我们再往里面走，又看到另外一个客家特色婆菜，这个几乎竹东所有排队名店都会有。那个庄记牛肉面太可怕了，好多人啊！竹东排队店里面几乎都有婆菜。婆菜是什么？婆在客家里是浮的意思，炸到浮起来。婆菜是榨菜，把菜拿去炸，吃起来像减盐版有蔬菜甜味的坡卡，冷掉才好吃，不像一般香鸡排冷掉有点不是很 OK。这个榨菜婆菜一定要等到它冷会很脆。为什么会有婆菜？客家人很节俭嘛，但平常吃的菜番薯签是可以这样端上来请客人请神明吃的吗？不行嘛。客家人把菜拿去炸，这样是不是变得很缤纷？原料是便宜的，食物变好吃了，看起来变高级了。这就是客家人啊，把石头磨成钻石，真的是好吃，很像破卡，可以试试看。只是要早点去。刚刚说的竹东几乎所有排队店都需要它供应破菜，再晚就没了。香菜是冬天才有，夏天是9层塔。这是东风客家米食中心，它有炒米苔目。米苔目是米做的粉条，这东西以前是点心，因为那时候要收割嘛，收割不是要出体力吗？会发豆芽，所以在休息的时候会准备点心给这些劳动的人吃。那米苔目两边尖尖的像老鼠，在香港称它为老鼠粉，难听又改成银针粉，但在马来西亚还是叫老鼠粉。有马来西亚人要反驳一下吗？看到这边你可能很疑惑，旁边的男的是谁呀？在现在 YouTube 变得超级小气，不愿意给钱的状况下，怎么办呢？只好请了助理。在艰难的时候，应该要做更多的事，花钱投资嘛。只是没想到店家的老板都跟他讲话反而不太理我，所以在我助理旁边看起来，我是不是很 say 喊？也是不错。
老板一直在跟我助理讲话，讲到我拍米苔目的时候，因为这家是做的很天然，所以天然到正常的面都糊了，汤圆也糊了。店家有强调他们是保留传统的做法，没有做更改。他说老人家怎么做，他们就继续这样做。虽然糊了，有点黏了，但吃起来依然有嚼劲，不像是一般外面的面条久了就有点烂掉。可是这一家外面烂了，咬起来挺费牙齿，有点像带着麻糬的嚼劲。这叫客家板圆。不同地区的客家人会有不同称呼，有人称它为雪丸或是圆板，它有团圆的意思。一堆人聚在一起就会吃汤圆，这好处是可以很快把它吃完，不用像吸面条那样再嚼，这一口一口的很快就吃完。客家人真的很厉害，你看那米苔目也是小小短短的，可以很快的吃完，好吃又饱，还不费时间，你又不用也是要时间的好吗？而且还吸了很多空气，这样子客家人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了。你看他发明这种可以让你赶快了事，快去工作，真的是很聪明很厉害。不过竹东市场也不是只有卖客家菜，它还是有炸鸡腿，像这家很有名，它是你可以想象中菜市场的炸鸡，可是吃起来没有油耗味，皮是酥的，肉有汁，就这样。竹东市场除了有很多的客家菜，它也是有比较不节俭的各种肉水果啦。东方客家米食也有卖假柿仔，因为长得很像柿子，就称为假柿仔，吃起来有点像花桂，但是带着米香跟嚼劲，只有冬天才有，这一家夏天没有做，因为夏天热，自然会有酸的味道，所以这一家的假柿仔是冬季限定的。那我们现在来买个菜，回去煮福菜鸡汤，再继续聊客家假柿仔。客家人在过年的时候蒸假柿仔时，觉得这个如果裂开像花纹一样，表示一定会发，但如果都蒸不熟没有发就完了。所以他们在灶台上面摆盐巴跟艾草去血，还要小朋友我们当欧北恭维。勤俭的客家人过年总不能拿出番薯签跟客人说这是你的点心番薯签不行吧？对，在家已经吃够多番薯签，吃到腻了，还要来你家吃番薯签，有点像有些穷学生会吃吐司边，他们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他妈妈端出了吐司边，同学这请你吃这样行吗？你会拿吐司边拜神明吗？那勤俭的客家人怎么办？他们做这个假柿仔，为什么福菜要放在玻璃瓶里面，这么难拿出来？是因为把菜挤成这样，让里面没有一点缝隙，所以菜会一直发酵，产生很多二氧化碳，瓶里面的气体压力就会大于瓶外的压力，让细菌不容易进来。所以你在难拉有点不爽的时候，要存着感谢的心，还好很难拉，不然你这福菜要坏在里面了，你才可以吃到一个安全又美味的福菜。这福菜是腌制的嘛？腌制食物有3个重要性：第一，好储存；第二，节俭；第三，不用再煮饭了。在看老天吃饭的年代，以前丰收的时候，赶快把食物塞进肚子里面过冬，不可能嘛？所以聪明的客家人把这些食物晒干，或是腌起来存，才可以避免有一天没有食物可以吃怎么办？把腌菜拿出来配饭就好，带出去也不会坏，像你从抽屉里面拿饼干出来一样，带出去也不会坏嘛。腌菜就是你现在抽屉里面的饼干，所以如果你很害怕自己在月初的时候吃自助餐啊、麦当劳啊、鸡排啊、炸物花太多钱，导致月底的时候不小心过得很可怜，怎么办？那你可以到竹东市场买几罐福菜回去，月底很可怜的时候就有福菜汤可以喝了。那小小一罐可以煮很多很多天呢。毕竟现在泡面也很贵，但这个福菜又快又好吃。你想想，月底没有钱还有这么好喝的汤，幸福啊！
真的可以试试看，不要小看客家人的智慧。